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将尸体藏进水泥的做法看似很隐蔽，实则很愚蠢。它不仅无法掩盖尸体的腐臭味，多出的水泥墩更是一个显眼包。而今天这位衣冠禽兽，不仅杀人奸人分尸，他的生活作风更是有悖人伦。夜深了，快艾特你爱杀人的朋友来看。我们进入案发现场，时间2013年8月13日，这天上午，东阳市不用上班的居民团团围住了东阳主街。警方怀疑这地方很可能与前几天的失踪案有关。就在刚刚，有人报警称，这栋楼底的地下室中很有可能藏有失踪多日的马家姐妹。据对方的女儿马华说，马家两姐妹本来是准备在这几天去买房的，然后两人就再也没了踪迹，电话打了无数遍，更是无人接听。一开始呢，也是没什么怀疑咯，但是后来他感觉这为什么手机都联系不能，好像不太正常。就在失联的2天后，妈妈才发来一条短信，称房子已经买好。然后又是几天过去，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马小华来报案，也正因为是这个买房的时间过了，又找不到他妈。意识到情况不对的马华立刻报案。接到了警情后，办案人员开始对失踪人员展开调查，但是收获甚微。另一队民警来到了失踪人员租住的房屋，他们发现在这个出租屋有一间地下室。奇怪的是，这里的锁有点多，原来只有一把钥匙的，现在又加了一把新的锁，锁在那里。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需要特意用2把锁来保管吗？而这间地下室唯一的窗户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把这个窗户钉上，那肯定是不符合常理的，肯定不符合常理。按道理嘛，巴不得这个窗户越开越大，越亮，越通风越好。在打开地下室的门后，一股浓烈刺鼻的香味扑面而来，香味中混杂着一股腐烂的臭味。又闻到一种异味，这种味道呢，跟我们尸体高度腐烂的味道呢又有差一点。气味嘛很浓烈，香气很浓烈，这个香味是不正常的。地下室不需要这种香味。房里堆放着一堆装修用的杂物，眼前的这个水泥台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该水泥墩的做工十分粗糙，装修师傅也表示，他记得这里并没有水泥台。虽然做工粗糙，但里边明显加了粘合剂。民警用锤子敲了半天，手震麻了，都还没见成效。办案人员奋斗无果后，只能拨打电话求助消防官兵。在这边忙活的时候，侦查人员又在出租屋内发现了喷射状的血液。后来经过 DNA 比对，确认这就是马家两姐妹的血液，因此警方判断马家两姐妹80%已经遇害了。那水泥台中藏着的会是两姐妹的尸体吗？如果是，那凶手会是谁呢？在消防官兵用专业工具将其砸开后，在里面发现了2个超大号行李箱，2支拉杆箱。那我们打开之后，发现2具被自己的尸体，辨认这就是被害的两姐妹。在侦查过程中，一个嫌疑人的名字浮出水面。马华反映说，在母亲和小姨失踪之后，他联系过一个名为张寒俊的男子，对方自称在横店有好房，于是带着两姐妹去买房。在买完房之后，母亲就发来短信说要出去玩，电话不肯接，却能一直发短信。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有人在制作对方还活着的假象。找到突破点后，民警就立刻对张寒俊展开调查，但调查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把张寒俊一查，没这个人。报案人马华也瞬间懵逼，因为对方都来自己家住了2年了，怎么可能会查无此人呢？2012年，马家两姐妹的侄女玛丽在聊天软件上认识了名叫张寒俊的男子。张寒俊声称自己其实是横店的富二代，邀请玛丽来自己家开的工厂看看，还指着对面的别墅说是自己家的。视金钱如粪土的玛丽一下子就被对方的诚意所感动，成为了对方的女友。后来马家两姐妹曾提出想去张寒俊的家中看看，但对方却说父母正在打离婚官司，自己暂时不想回这个糟糕的家。3个月后，玛丽意外怀孕，而这个时候对方提出了订婚，想让2家人碰上一面。张寒俊当时一口一个没问题，但到了订婚当天却出了幺蛾子。第2天要办酒席了，头一天他就开始就跟他家人说，那个大客车的司机联系不上了。订婚按照风俗习惯，男方的家属应该到场的，没有到场。之后张寒俊又用照顾玛丽的说法，顺理成章地搬到了对方家中居住。就这样，张寒俊与玛丽和马家两姐妹住到了同一房子中。然后张寒俊了解到，玛丽的小姨马小红是个小富婆，平时都不用上班，手里的钱还花不完。没多久，他就与马小红勾搭上了。但是他们邻居反映，就是这2个人呢，他们感觉呢，好像是
姐妹也不像，但是就是一种感觉关系比较暧昧。在案发前的1个月，马丽搬回老家待产，但张含俊却并没陪同对方回去，反而是留下来与马家2姐妹进行不清不楚的勾当。张海军这个人生性风流的，自己也没什么钱，那么要生存下去，也盯牢马小红刚离过婚，他也知道有100万存款。基于这条线索，民警迅速调查了对方的银行卡取款记录，发现在马小红失踪以后，张含俊就十分频繁地来取钱，在6天内取走了60万元。警方发现对方乘坐的是黑色轿车，后来发现这辆车是租的，留的还是玛丽的名字。警方依靠监控录像推断张含俊可能的路线，在义乌的一个监控探头处，民警发现了张含俊逃跑的身影。与此同时，警方在他之前租住的房子中发现他租房子时署名写的是张海军、张含俊、张海军一字之差，这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警方迅速调集对应的户籍信息，报案人马华只用一眼就认出了这小子是张含俊。但让人不敢置信的是，对方家住横店5官堂，已经结婚了，甚至都有孩子，妻子并不是玛丽，而是一个叫夏小燕的女大学生。而夏小燕同样是张含俊通过网络聊天认识的，这时夏小燕还欠着助学贷款。他骗他就说你18000的助学贷款，这么一点小钱啊，我给你还了不就得了？深受感动的夏小燕决定嫁给他，但婚后才发现张含俊并不是什么富二代，而是一个家徒4壁的穷小子。匪夷所思的是，在夏小燕生完孩子后，张含俊竟用同样的方法又骗到了隔壁的玛丽。另一队的民警此时已经顺着摄像头找到了张含俊的消息，这小子连夜坐大巴跑到了山东莱芜。民警分为2队，一队连夜开车赶去莱芜，另一队去收集对方的犯罪证据。监控显示，在案发当天，张含俊曾频繁地进出马家2姐妹的房子，有一次出来的时候，他手中还提着那2个巨大的行李箱，后来又带着水泥进进出出。而在附近的垃圾场里，警方找到了带血的焚烧残留物，外加一把断掉的钢锯，而法医则在被害人的体内找到了另一半断掉的钢锯。另一队的民警发现，张含俊在莱芜最豪华的 KTV 疯狂消费，但当民警赶到时，张含俊早已完事离开，带着50多万现金进入了莱芜最豪华的 KTV， 并且在那个 KTV 里面，当天晚上花重金就是钱抓捕了顶服了3个坐台女。他运用这个坐台女喜欢钱这么一个心理特征落脚点都是选择住在这些坐台女的房间里面。然后警方根据对方爱炫富的特点，来到了附近的车店蹲点。好巧不巧，正好在一家 4S 里看见了带着3个女生来看车的张含俊。在审讯室里，张含俊很利索的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时问题又来了，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含俊才要如此残忍地杀害马家姐妹呢？在案发前几天与马小红闲聊时，张含俊听到对方说要买新房，财迷心窍的他下意识就用出来惯用的欺骗手段，称自己有个朋友是房产公司的经理，可以通过实惠的价格买到一个很不错的房子，但要求对方先交5万定金。定金到手后还没几天，就被张含俊挥霍一空。买房的事被他抛之脑后。在过去半年之后，感到不对劲的马小红要求还钱，口袋空空的张含俊诞生了杀人越货的念头。在将2姐妹杀害后，事后又侮辱了尸体，然后分尸装进行理箱，把他们扔进地下室后，妄想用水泥将他们埋葬于此。杀了人之后，张含俊清晰地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被抓到，为了给自己争取足够的逃亡时间，他提前交了半年的房租和水电费，还用马小红的手机发短信告诉其他人要去旅游，顺手杀掉马小红养的狗狗后，张含俊就踏上了逃亡之旅。没身份没背景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犯下了5大罪。一个是重婚，还有一个是诈骗，第3个呢是故意杀人，还有一个是侮辱尸体，第5个罪名是那个盗窃。我家人从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任何事情我都没跟他们说。人间不只有爱，恶魔就在身边。关注我，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看清黑暗，远离黑暗。